会经痛一定要买的补铁软糖，有黑眼圈，然后超级便宜的眼霜，一定要买。Hello， 大家，最近呢刚从日本回来，然后买了不少东西。今天呢来跟大家介绍10样日本必买的药妆还有零食小物。第一个呢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 UHA 味觉糖补铁软糖，这个在 Threads 上面超红的。那我去看了之后发现呢，它有一系列就是各种维他命的这种软糖，然后我就买了超多种。全部都吃完了，然后它的价格呢，药妆店是604未税日币，然后折合台币大约是120。那这一款的补铁软糖呢，据说是吃了之后会可以改善经痛啊，还有经前的一些症状。我非常喜欢这一款，就是它吃起来就是葡萄软糖的味道，根本就是软糖，就是你不会觉得你是在吃补品。然后因为我个人是一个很爱吃软糖的人，然后我就会变成因为罪恶感的关系，就不去吃那些普通软糖了，就吃这个，就把这个当零食吃。虽然它上面是说1天2颗啦。只是说你吃完之后，你会发现你嘴巴里面有一个味道，不是难吃的味道，可是就是有一个，应该是铁味吧。那经痛的部分呢，因为我目前就是刚吃完没多久，然后刚好月经现在来，我现在是觉得好像真的有比以前好，就是比较不会那么闷之类的。好，然后讲到其他款呢，我自己也是超推，就是价格应该也是差不多。然后这个是维他命 C 的，我现在已经吃完了。那这款维他命 C 它的口感跟这个又不一样，这个就是普通的那种 QQ 的软糖，没有问题，就是有嚼劲的那种软糖。可是这一款呢，它是做成有点像雷根糖那样子，它是外皮是有一点脆，然后咬下去是 QQ 软软的这样子。然后这款维他命 C 它是非常酸的，所以我有点怀疑，就是吃这个可能对牙齿不太好，但是我非常喜欢这一款。然后呢，它2颗里面就有500毫克的这个维他命 C， 所以就是真的是保养品这样子。再来是这款美魔女，就是综合维他命软糖，我超级喜欢这一款。我觉得这款可能是我买的这么多里面啊，我最喜欢的。我买的大概有5-6款吧。这个综合维他命软糖非常好吃，就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维他命种类，然后它的口味好像是番茄之类的吧，然后吃起来也是酸酸甜甜的，然后完全不觉得自己在吃维他命，只是觉得自己在吃普通的软糖这样子。然后它的口感也是有点类似雷根糖。非常好吃，但是这款是最贵的，这款日币退税价格是750，对，一包要台币150，不便宜。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适合，就是买回来台湾当然伴手礼之类的，尤其是这个铁，大家去那边一定要买，不管你自己是女生，或者是你回台湾要送给女生的朋友之类的话，这一款非常适合。对，还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去打疫苗，就是你如果要去日本玩的话，一定要先去打流感疫苗，拜托你。因为我去之前我也是就是很提词，就是不太想要打，就是觉得打针不好啊什么的。然后还好我们今天有提醒我们要去打疫苗，然后我就因为最近很严重嘛，所以就有去打。因为我回来就发现我中标了，我可能在日本就已经中了，可是回台湾才发病，然后喉咙超痛，就是没有到超级不舒服，可是你可以感觉到，如果我没有打疫苗的话，是超级痛的那种感觉。然后我的症状是一开始在日本的时候已经先头痛一阵子，然后肩膀很酸，然后回台湾之后才发病，就是喉咙痛啊，然后可能咳嗽，然后有痰之类的。然后还好有疫苗，这个病况才没有那么严重。再下一款要介绍的这个消黑眼圈的眼霜，我自己觉得很有用，它的名字叫做 Kumargic Eye， 然后专业消除黑眼圈眼霜。这款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 Threads 上面最近很红，而且它很便宜耶，就是它才1080日币未税，然后折合台币大约是216块。那它里面呢就是有一个专利成分，主要是针对血液循环不良造成的青色啊、茶色的黑眼圈。因为大家知道黑眼圈其实有分不同种的颜色，你也是要去看你的黑眼圈是什么样的颜色，再对症下药。然后它就是可以促进眼周的血液代谢啊，然后改善暗沉跟细纹。就是如果你熬夜啊、用眼过度的话，我觉得这款还蛮推荐的。但是你要有耐心，就是真的擦这款要有耐心，你要给它至少1-2个月，就是你不要想说你一擦就见效。然后它的优点就是它也不会长肉芽，它质地非常的清爽，就是擦起来就是水状的一个凝胶，你不会觉得它厚重。然后我现在呢是早晚都擦，我觉得有用欸。我是有一些黑眼圈的，然后我觉得擦这个很有用，推荐给大家。而且这一条这么便宜，就是完全不会心痛啊，你就是擦多一点也不会怎样，就便宜又有用，真的很喜欢。再来下一个要介绍的是这个消水肿饮，它的品名叫做 Poca Sapporo 奇烈柠檬 Mukimi 消水肿机能饮，然后这个是在超商买的，我记得好像只有 Seven 有吧。然后它的价格呢是190含税，折台币大约38块。这款可以消水肿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柠檬萃取物，然后可以帮助你减少那个浮肿的程度。那它喝起来呢根本就是柠檬气泡饮，对，它喝起来就是饮料，然后也真的有效。就是例如说你前天晚上可能大吃大喝什么的话，那你
就喝一瓶这个，你隔天早上就不会水肿。然后呢，它喝起来就是蛮酸的，就真的蛮酸的，所以就尽量用吸管喝，就是尽量不要碰到牙齿，因为感觉对牙齿应该也是不好。然后这次我就带了几罐回台湾，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如果有什么拍摄之类的话，前一天就可以喝这个来消水肿，非常推荐，就是女生可以去买来就是消水肿一下，拍照起来就会比较好看哦。下一个我们来进到美白牙膏的部分，要来介绍这条狮王美白牙膏。那这个呢是狮王旗下最高阶的美白牙膏系列哦，它的名称叫做狮王 Lighty 极光美白牙膏 Premium。然后呢，日本推出价格是1509，约台币302。那它里面呢就是有清洁微粒，会去除你牙齿上面的污渍。然后因为他们的美白牙膏有非常多款嘛，这款 Premium 应该是最强的，它比一般的 Lighty 就是效果又来得更强。然后我买的这个口味呢是柑橘红茶薄荷。它是一个带有伯爵茶香的薄荷味，还不错。不过呢，它这个据说是要用完一条效果才会看得出来啦，所以我现在还没有什么感觉，就期待之后可以看到一些效果这样子。这个我介绍的2条牙膏都是日本好像非常热门的美白牙膏，想说买来用看看。那再来下一条美白牙膏呢，这个是 Apagard 美白牙膏，它的全名叫做 Apagard Premium 特效微粒子美白牙膏，金色极效款。日本药妆店价格退税之后是1530，约台币306，价格很接近就是都是300块。那它美白的原理跟刚才那款不一样，它是用吸的，它里面有一个专利成分可以吸附牙菌斑，还有修复珐琅质，当然还有美白牙齿啦。然后这款 Premium 呢，它的浓度会比一般版的还要强1.4倍，所以美白修复效果会更强。不过目前我自己是还没有用过，就大家看到我还没有拆过，我可能会等这一条用完之后看一下效果，然后开这条来用。这款呢，就是也是网络上面评价非常好，因为它不会伤牙齿，它里面是没有微粒去磨损你的牙齿的，它是有那个专利成分去吸你的污渍，这样，所以它不会伤牙齿。那据说呢，它的泡泡量是比较少，然后这2款价格都蛮高的，所以也算是其中一个要考虑的点，这样子。所以就期待之后来用看看咯。所以如果大家就是去日本有想要买美白牙膏的话，可以参考这2款。再来下一个要来介绍的是明治的氨基酸胶原蛋白粉，这款特别是它里面有加 NMN 这个材料，这个不便宜哦，它的日币退税价格是11500，约台币2300左右。那这么小一包怎么会那么贵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NMN 哦，它不是胶原蛋白，就是它里面有胶原蛋白，可是最重要的成分其实是这个 NMN， 它的比例呢是5000毫克的胶原蛋白加上250毫克的 NMN。那这个 NMN 呢，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种刺激细胞去制作更多胶原蛋白的成分，就是因为 NMN 进到我们体内之后，它其实会转换成 NMN Plus。那这个 NMN Plus 呢，它其实是纤维母细胞，它是需要这个 NMN Plus， 然后会去制造更多品质好的胶原蛋白的。但是随着我们老化呢，我们体内的 NMN Plus 会越来越少，所以那个纤维母细胞就会制造可能品质不好啊，或者是比较少量的胶原蛋白。所以有了这个 NMN Plus 就进到我们体内之后呢，它就可以刺激细胞制造更多品质好的胶原蛋白。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成NMN 它有点像是建筑工人，然后里面的胶原蛋白有点像是材料，你要有工人有材料才可以制造比较好的胶原蛋白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呢，我也是第一次买，就是 NMN 我是第一次买。那之前我有喝过很多款胶原蛋白，其实我觉得有喝有差，就是你长期固定的有在补充胶原蛋白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得到你的皮肤其实是比较蓬润的。因为我觉得一般人如果你没有特别去注重蛋白质摄取的话，其实一般都是缺少蛋白质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多吃蛋白质。那这款的据说的优点呢，就是它不会有腥味，就是它加在任何东西，像是咖啡、牛奶什么的，它喝下去都不会有味道。那它的缺点就是可能价格比较高吧。不过希望这 NMN 它是可以看得出效果，希望它跟一般的胶原蛋白还是有一些区别，所以就也是期待之后喝下来看看有没有效果咯。那接下来2款呢是煮饭用的东西，第一个我要介绍的是这个毛奶社的高汤包。毛奶社最近好像很红，就是我也是最近才发现这个高汤包超级好用，就是如果你要做日式料理、日式高汤什么，这个真的必备耶。就它里面是一包粉状的材料包，然后你就把它丢到水里面去煮，然后再煮3分钟就会有高汤。那这个我手上拿的是他们最经典的一款高汤包，它里面主要是有4个材料，分别是烤飞鱼、煎鱼、沙丁鱼还有昆布。这个真的是煮什么都不会错，日币含税是2268元，然后里面有30袋，然后1袋大约是400ml，可以煮400ml的高汤，那折合台币大约是454块，非常推荐家里有在煮菜的话可以买这个，非常值得。就是我自己煮饭煮下来，我现在已经不可缺少这个东西，尤其是如果你要煮日式料理的话。然后呢，这个是今年款嘛，它其实还有非常多的变化型，就是我也有买。
首先这个呢是减盐的版本，因为它这里面其实就已经有一定的咸度了，因为毕竟里面有些食材本身就是咸的嘛，所以它其实有一点咸。有了这个减盐版本之后呢，煮出来的东西我觉得就可以不用那么咸这样子，所以就也蛮推荐这个减盐版本的，我会混搭。那再来另外一个变化型呢是这个特选版本，我现在还吃不出来这个特别在哪里。就是它是一个比较高级，然后比较贵的一个版本。那除此之外呢，他们其实还有各种针对不同的情境之下做出来的变化型，例如说专门的昆布高汤啊，或是鸡汤包之类的。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说400ml，其实它煮出来是比较偏清淡的汤。如果你要浓一点的话，我觉得那个比例可以自己抓一下，就可以煮出更浓的高汤。还有一定要从冷水开始煮，就是尽量从冷水开始煮，因为我问过 AI， 它是说就是从冷水开始煮的话，它比较可以自然的释放它里面的味道。那这个呢，我是去他们的专门店买，他们专门店其实还蛮多的，尤其如果你要去东京的话，他们的分店非常多，就东京车站啊，然后银座什么的全部都有。但是北海道好像只有一间，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看看哦。上一下给大家介绍的是米，对我买了一款米，然后这个是新泻月光米。那这款米呢，它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我就只是进到超市，然后随便选了一款日期非常近的新米。那它的日币价格呢是2797含税，那折合台币大约是560。那为什么我会买米呢？就是因为我非常着迷于日本的米，然后一定要越新越好。因为我是12月出去玩的，我就看到它的那个制造日期是11月中，然后我就买了。然后我每次在日本买米都不会后悔，而且都非常的满意。因为回台湾之后煮出来的米真的是会发亮，就吃起来就跟日本一模一样。然后呢，背回台湾的话，一个人是限1公斤。但是可以合并计算，例如说你全家人有4个人的话，那你就可以买一包4公斤的米，最多就是合并计算这样子。然后过海关的时候自己都要填那个申报单，所以就是非常非常推荐从日本搬米回来。当然我现在也在找一些替代方案啦，就是我觉得台湾的米应该也很好吃，只是我要找一下，就是要去哪边找到很像日本米的这种米，然后又要很新鲜这样子。那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台湾买日本米的一些小经验，就是我目前在台湾买过的日本米我都不满意，就是觉得价格很贵，然后吃起来就是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不会发亮，你可以吃得出来它有没有生命。就算它的日期很近，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台湾就是没有那个感觉，就是每一次从日本买回来的跟在台湾买到的品质不知道为什么都不一样。而且我在台湾的已经是买到很贵的米的咯，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就是你在台湾是怎么吃到日本那种发亮然后很好吃 QQ 的米。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在日本买到的美妆小物还有零食小物。那其实我有很多东西都没有讲，例如说服饰类啊，或者是包包类，我这次其实有买一个名牌包，就是也没有到很贵的一个名牌包。那如果大家有想要听我分享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在下面敲碗，因为我觉得应该比较少人想要看就是比较贵的单品之类的吧。然后呢，我觉得就是12月非常适合去东京旅游，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呢，在那边就是有很多圣诞节的布置，然后整个氛围呢就是让人很有过节的那种感觉。那希望大家呢去日本玩得开心，也欢迎告诉我你们这次去买了什么东西，你觉得也不错的，也欢迎跟我分享。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